大家好，震惊国际社会的消息传来了。美国 CIA 的副局长朱利安·加里纳·格罗斯的21岁儿子迈克尔·格罗斯在为俄罗斯军队作战的时候被乌克兰军队击毙。这个消息让包括马斯克在内的这些人都哑口无言。他们不能说泽连斯基你怎么又杀了个美国人对吧？因为这名美国人他站在了侵略者的一方一开始听到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惊悚，我觉得不是真的吧。但根据多家国际媒体的报道21岁的这个美国青年迈克尔·亚历山大·格罗斯呢，在2023年9月莫斯科签署了与俄罗斯军方的合同，加入了第137近卫空降团。那经过训练之后呢，他在2023年12月被派往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前线的突击部队。2024年的4月4号格罗斯在索莱达尔西北地区的战斗中阵亡。所以这个年轻人的死讯直到2024年6月才被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通知给了他的家人，而他的葬礼呢则推迟到了12月21号举行。那更令人震惊的是在格罗斯的讣告里边他的父母只是笼统的提到他在东欧旅行时不幸遇难，完全避开了他给俄罗斯作战的这个事实。这个格罗斯他可以说是出生在典型的美国精英家庭。那他的母亲刚才看到这位女士朱莉安·加里纳呢，是在2024年2月被任命为 CIA 的数字创新副局长。此前他在情报和技术领域已经工作了30多年。而他的父亲拉里·格罗斯呢，是一名服役15年的这个海军退伍军人，高级军官参加过海湾战争，目前呢也在做网络安全的领域工作。他们家里边也居住在弗吉尼亚州的富裕地区。所以面对儿子选择为俄罗斯战争而阵亡的这个事实格罗斯的父母选择把它归因于呢精神健康问题。说这个拉里·格罗斯他父亲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时候采访说呢，说他儿子长期患有精神疾病，有关于水净化的妄想，认为呢成为俄罗斯公民是实现水净化梦想的最佳途径。要说这个迈克尔·格罗斯他的转变这个过程从黄堡人士到亲俄战士，这个转变过程还是让人惊讶的。根据一些报道呢，在大学期间他就曾是这个环保活动者和性别平等的运动参与者。在2022年7月他因为参与了一场气候抗议活动而被捕。那他照片当时还登上了华盛顿邮报的头版，跟我们陈老师一样，也是曾经上过相的。在大学期间他积极参与各种的所谓社会正义活动。在2023年初格罗斯辍学开始环游世界。他先到了意大利，然后前往以色列，但是被驱逐出境。之后呢又在土耳其逗留了数月，后来就加入了所谓彩虹家庭这个嬉皮士反文化组织，参与了土耳其地震后的这个灾后重建工作。正是在土耳其期间格罗斯的政治观点呢开始发生转变，他开始关注巴勒斯坦问题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强烈不满。朋友们就注意到他开始接触大量的关于西方霸权衰落和金砖国家崛起的内容，有意思吧？所以一位曾经在伊斯坦布尔接待过格罗斯的人回忆说他相信西方霸权正在衰落，将被金砖国家取代。所以呢他就毅然决然的弃暗投明。在2023年中格罗斯得知这个彩虹家庭会在克里米亚举行聚会，于是呢他就开始计划前往俄罗斯。那他在群聊中他请求呢谁能帮我获得俄罗斯的签证他说因为我生在美国，我需要邀请函，请分享任何可以获得邀请函的这个付费网站，我需要和俄罗斯建立关系。在2023年的8月他就通过格鲁吉亚进入了俄罗斯，开始在俄罗斯各地旅行。他加入了俄罗斯的社交媒体VK订阅了关于列宁、斯大林和共产主义的这些群组，并且发布了支持普京的视频。那在一次聊天里边当被问及你是美国人吗？他回答说是。不幸的是的，他在个人资料里边写多极世界的支持者，我离家出走，游历世界各地，我憎恨法西斯主义，我热爱我的祖国，同时配上了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的国旗。我不知道这个时候他的祖国是哪里
因为在美国呀，很多人他们都有，你比如像马斯克啊，他这个生在南非，在加拿大成长，又到了美国，你说他的祖国在哪？这些人是没有祖国的啊。所以这个事件啊，就是还是听起来既搞笑又沉重啊，是多重让人深思的这种矛盾。一个美国精英家庭的子女，父母呢为国家安全机构和军队效力，儿子却选择了为对手国家而战。所以格罗斯啊参加俄军期间啊，实际上是在与美国纳税人，就包括他父母资助的乌克兰军队作战。所以父母啊通过强调精神健康问题，试图回避儿子的这种政治激进化的这个过程啊，这种做法我觉得是掩耳盗铃。它和类似于一些我们讲威权国家把政治异己者归诸于精神病，那是一类做法。所以啊，这个精英家庭可能是不是都存在这种迷思呢？你怎么能想象这么高端的美国家庭会培养出这么一个为俄罗斯而战的儿子？所以这在美国社会里边起码在他父母的群体里边，这可能是一种耻辱，特别是对于有军事和情报背景的这种父母来说，这种反差就让我们想，社会地位以及物质条件是否能决定一个人的成长轨迹呢？事实上格罗斯这个案例就表明在所谓的精英家庭中也面临各种复杂的问题和挑战，就是精神健康问题它不分阶层。如果真的有的话，它可能影响任何背景的年轻人，而且青少年的这种叛逆和寻找身份认同它是个普遍现象，无关家庭背景。再一个就是信息时代这种激进化的风险可能发生在任何家庭背景的这个年轻人身上。再一个就是高压力的职业，比如说 CIA 的这些高官或者军人可能对他们家庭这种动态也会产生复杂的影响。所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我们说他可能是在和他父母纳的税支持的战争在较劲这个迈克尔·格罗斯他加入了俄罗斯的军队，实际上在对抗他父母纳税支撑的战争。俄罗斯的军援美国占了相当的部分这是一个事实。所以这部分资金呢，就来源于美国的纳税人，包括格罗斯家庭所交纳的税款。如果格罗斯他本人他履行了，所以他说他有祖国，他对美国的公民义务，甚至是超过他自己间接帮助与自己作战的这个军队。所以这里边这个冲突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家忠诚和个人选择的冲突，也有家庭价值和个人信念的冲突，还包括呢这种经济和道德的悖论，以及这个年轻人他的身份认同的深层危机。他提到过祖国到底巴勒斯坦是他的祖国，还是俄罗斯是他的祖国，还是他的美国是他的祖国，或者是他有两个精神祖国，是吧？所以对俄罗斯的这个家庭来说这种矛盾是比较尖锐和痛苦的。毕竟作为父母来说，他的职业直接和国家安全情报工作挂钩让他儿子的选择在他的这个个人职业层面上就构成了一种怎么说也是一种挑战和伤害吧。再一个就是精神病的标签那我们讲王志安的案例里边提到过多次王志安在他小作文里边一直试图把李听的抑郁症归结为精神疾病，他啥都干不了，他就是个疯子，大概就这个意思我适当的放大了一下。你看在一些国家里边一些反对者反对政府的人都会被冠以精神病，而真的被关进精神病院了，代替什么呢？听起来更难听的监狱，以便掩盖他们处置不同声音的这种暴行。你看王志安学的都很好那格罗斯的父母也选择把他儿子归因为精神健康问题，所以这种做法就让我联想偏就是把政治异己者标记为精神病患者，这是很多威权国家曾经使用过的套路，目的它就是把政治问题医疗化，从而掩盖这种政治迫害的本质。苏联的时候曾经惩罚性精神病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许多持不同政见者都被强制送入了精神病院，被诊断为慢性精神分裂症。这个听完之后是不是听得有点熟悉你懂的所以在迈克尔·格罗斯这案例里边就这一类的类比还是让人深思的，就身份转化和选择权的问题。格罗斯的家庭他选择把儿子的政治选择和激进化解释为精神病的表现，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就剥夺了他儿子作为一个独立政治思想这么个体的身份
啊。另外呢，就是在叙事上进行控制啊。他通过强调这个精神健康问题，父母啊就试图控制这个故事的叙事方式，把它呢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领域转移到医疗和个人的这个悲剧领域。所以再一个就是社会的接受度啊，在美国社会里边，一个人因为精神问题做出了不寻常的选择，会比因为政治激进主义背叛国家更容易被理解和同情。所以啊，这个也不排除他母亲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这种职业保护，是吧？保护他母亲在 CIA 这个职业生涯继续进行的一种方式。但是啊，我觉得很难说。大家知道百度那个副总裁，他的女儿做出了网暴开盒的这个暴行之后，他最后不也辞职了吗？我猜这位他的妈妈呀，也很难在 CIA 干长啊。所以现在回到这个根本问题，就是这个格罗斯这个小伙子，他到底是牺牲品还是战士？我们既可以说格罗斯啊，他是一个可怜的牺牲品，但是你要换到俄罗斯的语境里边，那他就是战士，是吧？他牺牲了。问题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种战争啊，它持续了3年，在侵略和反侵略的立场上来看，总得有正义的一方啊。在这种战争叙事中啊，同一个人可能在不同的语境下被视为战士或者牺牲品，是吧？这就反映了我们说战争这种叙事的复杂性。但是关于俄乌冲突啊，我觉得啊，从国际法和大多数国际组织的立场来看，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这种全面入侵，确实构成了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行为。你看，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是吧？通过决议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要求他撤军。那国际法院也下令俄罗斯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甚至判处了普京绞刑，是吧？大多数西方国家和许多国家都明确把俄罗斯定为侵略者，乌克兰是被侵略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迈克尔·格罗斯他的选择确实是站在了国际法和多数国际共识认定的侵略的一方。不管他个人动机怎么样啊，我们说呀，不管是出于政治信念还是精神问题，这一点它是客观存在的，他就站在那一边了。那在我们说战争的这个道德判断里边啊，具体的战术啊以及行动可能有一些复杂的灰色地带，但关于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这个基本判断来说呀，是可以相对明确的。在这儿啊，我不是说穿粉啊或者穿黑啊怎么样的，就是说首先你得是个人，对吧？特别是在现代的这个国际法体系下，你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大家知道俄乌战争刚出来之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个最朗朗上口的理由就是乌克兰在搞纳粹。大家知道泽连斯基就是个犹太人啊，所以现在这个战争打了3年了，还有人在说乌克兰搞纳粹吗？那就是极有找的一个理由。所以啊，迈克尔·格罗斯的这个故事啊，不仅是一个个人悲剧，也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耻辱，它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更广泛社会现象的一个缩影。在全球化啊，尽管说川普要给全球化刹上车，但是现在依然是全球化。川普啊，可以说会被化为尘土的，他挡这个全球化进展，因为地球的自转速度是变不了的啊。马斯克的星链也不会撤下来的。所以这种信息爆炸时代啊，年轻人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互联网啊以及社交媒体是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到各种极端的思想和激进观点，所以政治极化以及这个所谓回音室效应啊，让人们呢更容易就陷入这种思想激进化的漩涡里边。格罗斯呢就是从环保活动家到亲俄战士这么一个转变，就展示了作为一个现代新兴环境下这种意识形态激进化的一个典型的教科书式的例子。那这个案例呢也反映了就是美国的这种精英家庭它内部的这种断裂和矛盾，可能一家子里边是极端撕裂的，美国社会是极端撕裂的啊，包括家庭里边，你支持他，你支持老拜登，你支持哈里斯，我支持特朗普，对吧？在美国这样一个强调爱国主义和国家忠诚的社会里边精英分子家庭的子女呢选择为敌对国家而战，构成了就对主流价值观的这种强烈挑战。格罗斯的父母呢，他就试图通过精神健康问题，是吧？他有病，这种叙事啊，这种框架来解释这个现象，反映就是父母啊，一方面是为了面子，但是像这种挑战，他也是无力的，充满了深度的无力感，他又能说什么呢？
那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案例呢，也在提醒我们呢，在现在这种信息高度和密集混乱的时代，你保持对道德的基本判断和国际法原则的这清醒认识，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不要讲事情都是没有对错的，事情都是没有对错的，你吃了饭为什么还要拉屎呢？你直接吃屎不行了吗？所以无论你个人动机如何复杂，无论你的背景故事如何曲折，侵略就是侵略啊！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就是违法的。在相对主义就是盛行的今天，就是什么事都是相对的，没有一个对错。坚持这些基本原则啊，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当然了，这个被打死的美国青年啊，也是个胡子，和 J.D. Vance 一样啊，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矛盾体，极左和极右的矛盾体。有人说，哎，他怎么极右了呢？他不是极左吗？你看啊，在迈克尔·格罗斯的案例里边啊，他最为复杂和让我们深思的一点呢，就是它同时体现了当代极左和极右思潮的这种双重影响。看起来是矛盾的，实际上在现在的年轻人里边不罕见啊。一方面呢，他疯狂的支持环保啊、社会正义事业、LGBTQ， 参与气候抗议活动，甚至因为这个被捕。这种激进的所谓环保主义，最终呢，给了他父母扣上他是精神病这个帽子这么一个理由。他的父亲啊，拉里格罗斯呢，就强调儿子呢是有一种水镜化的妄想，把他的政治行动医疗化，弱化他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呢，他又表现出强烈的亲俄罗斯反西方的立场。这个倾向呢，通常啊被视为共和党极右势力的表征。比如说我们 J.D. Vance 是吧？所以啊，在2022年这个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以来，美国政治光谱里边某些极右翼的声音啊，一直是对俄罗斯持相对同情的态度，质疑对乌克兰的援助。所以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它不是个体案例。在现在这个高度分化的这个信息环境里边，许多年轻人都同时受到不同甚至完全对立政治光谱的影响，形成了不连贯但是情感上强烈的这种政治认同。环保主义啊，以反全球化、反战立场，以及民族主义啊，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以及对建制的不信任，就这些看似矛盾甚至不搭嘎的东西呢，能构成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这个脑子里边。对格罗斯的悲剧啊，就揭示了这么个东西啊，在21世纪这种信息战、身份分歧和价值观冲突里边，一个主动的写照啊。他从环保活动家是吧，到亲俄战士的转变呢，就是这么一个极端思潮扭曲的生命轨迹。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啊，你即便你看在相对稳定的或者特权环境里边成长的这些精英家庭的孩子，也可能因为信息环境的这种复杂和全球政治的这种动荡，最终迷失方向。所以这种极端的左和极右的案例，它不是孤立而是代表了我们现在的这种信息环境对年轻人认知以及价值观形成的一些影响。社交媒体它的算法它推动了这个信息茧房的生成，所以极端的观点呢，往往容易获得更多的关注和传播，导致一部分年轻人呢就形成了内部矛盾，但是外在极端的这种政治立场。我们之前讲过就是我说话题呢，试图呢不偏不倚，这个是很难的这属于是骑枪磨蛋的是吧？就是说你试图不偏不倚，你不用一个极端的立场来表达，你就不容易获得好感。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在现在社会里边我们需要思考怎么在保护言论自由的同时帮助年轻人形成一种健康的这种批判思维能力和牢固的道德判断力你看看我们过去讲的王志安的案例肖恩的案例下边的评论有很多极端的这种想法当然说他评论极端，不表明他在生活中就极端，不表明他会做出极端的行动来，但是那些极端的想法是根基如果他有了极端的想法，不排除他在未来会有极端的行动，这是一个概率问题概率云飘到谁的头上你也挡不住所以我们需要这个还是要更有效的表达这种支持的这种系统帮助那些各种原因感到疏离和愤怒的年轻人找到更具建设性的表达和行动方式，而在自己的视频中和各方面比如某一个话题一味的强调极端，比如说强调川普无所不能，或者是川普就是个人渣，我觉得都是有很大问题的当然了，这句话把川粉和川黑都给得罪了所以最终迈克尔·格罗斯这个活生生案例就告诉我们，现在这种日益分裂和极化的世界里边，
你坚持基本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和国际法的原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啊！一定不要非黑即白啊！无论你个人背景怎么样，无论你激进化这个路径多复杂，我们都必须记住啊，和平啊，这个正义和人类尊严，它永远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你想想，在肖恩这个案例里边啊，肖恩他个人表达了很多私下的一些看法。那为什么网友这么激烈呢？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不是很好的，他们需要一个正能量的肖恩，三观很正的肖恩，这就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对吧？这就是在过去案例里边，不是我在说这些假大空的话，而是大多数网友，包括台湾网友，他们实际上也是，这就是我们说和平正义和人类尊严，它不是唱高调，它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他基本的想法。这些目标它既不属于极左也不属于极右，是吧？是我们人类的核心价值，好吧？这就是我们关于这个美国 CIA 局长的儿子参加俄罗斯部队被打死的这么一个案例的一个解读啊。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没关系，你极左极右我都不害怕，只要别骂我就行啊。骂我也没关系，不要骂脏话啊，骂脏话我得给你删了。拜拜，再见。